20只华南虎回归野外，它们能在野外生存吗？是否会对人类造成威胁？去年2021年10月20日，福建梅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宣布，将要把20只已经完全野化训练的华南虎放虎归山。这一举措引起全国轰动，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。人工养殖的华南虎可以在野外生存吗？它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吗？华南虎作为我国独有的老虎品种，早在20年就已经宣布野生华南虎全部灭绝。在这20多年中，华南虎研究员一直没有放弃在我国境内寻找华南虎，试图再找到一丝华南虎的蛛丝马迹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民却丝毫没有找到一丝华南虎的踪迹。人们开始确信野生华南虎已经灭绝。时间来到2008年，事情总算迎来了转机。国内某组织忽然宣布，为了华南虎能够重新回归野外，将在非洲对华南虎进行野外巡逻。依靠非洲动物种类多样的特性，通过圈地放养的方式来激发华南虎的野性，随后在野性激发后再带回国内进行放虎归山。此事在那时闹得沸沸扬扬，全国对此事都充满期待。原计划是2008年将华南虎送往非洲野化，2012年再将华南虎接回中国放虎归山。可随着08年华南虎送往非洲后，该计划就再无音信。2015年仍不见华南虎回归的消息，最后该组织因各种原因终止了计划，自此再也没有华南虎的消息。就当大家已经认定华南虎回归野外无望时，去年福建放虎归山这一举措成功让大家看到了希望。福建梅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宣布，将会将20只已经接受了完全野化的华南虎返归山林。根据研究所专家表示，该计划早在1990年华南虎濒临灭绝时就开始筹备，经过多年准备，再加上对华南虎的彻底野外化训练，其已经完全具备独自狩猎在野外生存的能力。虽然大家对此事是激动，但大家对此也提出了许多疑问和怀疑。人工华南虎回归野外能生存下来吗？它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吗？万一遇到老虎怎么办呢？对于大家这些问题，其实完全不用担心。首先是华南虎是否能生存下来的问题。就如专家所说，已经对华南虎进行了完整的野化训练，拥有和野外老虎一样的野性和力量。虽然没有野外的老虎一样丰富的捕猎经验，但是并不至于饿死。再加上我国近几年环境和动物的不断保护，闽南山林中的野猪、野鸡等野生动物已经开始有泛滥的趋势。泛滥的同时代表老虎的狩猎机会极多，这就表明哪怕老虎开始捕猎并不顺利，也有大量的猎物可以积攒狩猎经验，直到成功。还有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华南虎会不会伤人这一问题，大家的顾虑其实是多虑了，这一问题也在专家的考虑范围之内。首先，在华南虎放生地点上，专家选择的是闽南地区中的偏远地区，鲜有人迹，而且专家在华南虎体内全部都安装了信号定位器，方便人们观察华安虎行动轨迹的同时，还可以定位华南虎的活动位置。一旦活动位置到达人类居住地附近，就会有人认为干预驱赶。说白了，这次放虎归山也是圈地，通过捕猎激发华南虎的野性，希望华南虎野外一代一代的繁殖，从而成为真正的野生华南虎。并且华南虎的食谱大多为狍子、野猪、鹿等哺乳动物，人并不在华南虎的食谱上。其实在华南虎眼中，人类的肉并不好吃，华南虎不会放着鲜美的野猪、狍子不吃而去攻击人类，所以只要不主动激怒华南虎，华南虎根本不会进攻人类。至于遇到华南虎应该怎么办？首先，遇到华南虎千万不要惊慌逃跑，一旦你将自己的身后留给华南虎，以老虎的天性有很大概率会向你扑去。但也不要听信网上所说的躺下装死，一旦躺下装死，老虎会认为你在示弱，老虎会毫不犹豫地向你发起进攻，从而失去逃跑的机会。面对老虎，正确的方式是紧盯着老虎，身体做出一些防御姿势，合臂张开，让自己尽可能显得比较大，随后慢慢后退。要知道，老虎作为猎食者，不会轻易将自己暴露在猎物面前，所以你只要不激怒老虎，悄悄后退，迅速离开现场即可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